媒体在跟踪报道青年17的图纸泄密案，这事我怎么不知道啊 ？Richard， 上海你不常来，这是一个资讯爆炸的社会，而且泄密的人我也查出来了。哦，谁呀？说出来啊，吓你一跳。嗯，你说。你的宝贝孙子利川。利川？这不可能吧？我本来呢，也只是想查出来是谁，给大家有个交代。毕竟青年17有我的投资，我可不想让我的项目沾上什么丑闻呐，更不想让我一直信任的团队给抹上什么黑。居然是利川，难以相信。哎呀，丽萨，这孩子啊，前一段他一直在生病，脑子有些糊涂。他要是真有什么了，那你可得担待着点儿。你也不用太着急，该打点的打点，该封口的封口，我都做了。不管怎么说，利川是我的金牌设计师啊！我这次请您过来，只是想提醒您，让他早点回瑞士吧，不要再惹出什么轩然大波，弄得不好啊，连职业资格都没了。他要是真是因为这件事情不能再干这一行了，那我还真得感谢你了。我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让他提早的退休。您说什么气话呢？您，就是您让他退啊，我还不肯呢。他是我最喜欢的设计师。来喝茶，消消气。来喝茶。我这次啊，叫您过来，还想给您送个请柬，我的生日酒会，您一定要光临哦，带着孩子们一起过来。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你看你这客气的，你送什么请柬呀？你给我来个电话，我不这就提前赶过来了吗？电话太不正式了，请柬一定要的。你的生日我一定会参加。可惜 Frank 不在了。方氏和 GMF 风风雨雨几十年了，能走在一起真的不容易。是啊。夫人，他来了。夫人你好。小冠，过来坐吧。坐。你毕竟像我，关键的时候知道自己要什么。夫人找我来，是有什么事情吗？没什么事情，就是想我走的时候，你2岁半，不知道你爸有没有跟你说，直到那个时候都没断过奶。这一晃30年就过去了。夫人贵人事忙，自然会错过很多。我想不必放在心上吧。这个
说你会来我的生日酒会，我听了真的很惊喜。你还好吗？挺好的。你有什么要问我的吗？你肯定对我当年的选择无法理解。你爸爸还有你奶奶爷爷肯定把我形容成一个铁石心肠的恶魔。也许他们没有错，在机会面前，我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。如果我是个男人，为了革命抛家弃子，那叫英勇；成功了、胜利了，那叫衣锦还乡。可我是个女人，所以这一切就变得无法原谅。不好意思，您背叛了您的丈夫。是爷爷这样跟你说的吗？我没有。你奶奶骂我在国外乱搞男人，这不是事实啊。我的专业是英语，要改学经济，又在一个竞争激烈的名校，我每天通宵的学习，没有这种精力、这种时间。我希望能够留在美国。我让你爸爸带着你到美国跟我团聚，可是他不肯，他要我回重庆。你父亲是个太知足、太与世无争的好人了。他教了那么多年的书，分到的办公室靠厕所，分到的宿舍有西晒。可是他对这一切安排都无怨无悔。他觉得我最好的人生就是留在重庆，天天扯着嗓门，摇着小旗，当一个小导游。他把你当作筹码，逼我回到重庆。可是我做不到。我见到了那么大的一个世界，充满了可能性。我不可能回到原来那个井口大的世界。对，我父亲他是个老好人，也许在你眼里他是个没用的男人，但是你选择他，你嫁给他了，不是吗？他对你忠诚，对我慈爱，他没有任何过错。你不在的时候，他除了工作，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我。他教我游泳，教我画画，陪我游戏，陪我玩耍，整夜的说故事给我听，哄我睡觉。所以我没有母亲，但是我什么爱都不缺。对，你说你工作很辛苦，他独自抚养我长大，又当爹又当妈的，难道就不辛苦吗？这个世界不是谁有野心谁有机会，就可以把婚姻的承诺、家庭的责任全部都抛开的。夫人，你不但逼死了你的丈夫，你还夺走了我的父亲。小关，一个母亲爱孩子的心，你千万不要怀疑。我只是不爱你的父亲。我曾经给你寄钱，可是你爷爷拒绝接受。我后来的丈夫见我想你想的厉害，就派人跟你爷爷商量，想把你带到美国跟我团聚。可是你爷爷坚决不肯。我没有你想象的
那么绝情。小关，我对不起你，我知道，我让你做了一个没有妈妈的孩子。我知道这30年是没有办法弥补的，但是你能不能给我一次机会？你能不能让妈妈帮你完成一个梦想？夫人，我该告辞了。20年前，我父亲跳进嘉陵江，他怕冷。临走前，他穿了一件大棉袄，他已经不会觉得冷了。可是这20年来，这件大棉袄一直湿淋淋地穿在我心里，我经常在梦里被冻醒。我替我父亲觉得冷。夫人，别太伤心了，注意身体。少爷只是在气头上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更何况你们是血肉至亲。等他消气以后，我想他会理解您的。你觉得九回他还会来吗？如果他不来的话，他今天就不会来。当然了，从策略上，我觉得夫人可以跟她身边的人搞好关系，比如说这2位。这个女孩叫艾玛，是他的前女友，他们虽然分手了，可是关系一直很好。这位呢叫谢小秋，她一直在追求，可是还没有成功。谢小秋。看着挺普通的，她可不普通，她的前男友可是夫人的老熟人。谁啊？王沥川。夫人，如果您能帮少爷解决心事的话，还怕你们母子不能团圆吗？